张妈妈你在公他公司翻 YouTube 收益账号与张王先生变更账户，目前公司呢无法提取该收入，无恶意剥夺王先生账号权限。我只希望可以恢复盈利，但是恢复盈利就是需要你透过 Uber Edison 官方寄来的纸本认证码。确实当下是输入我家的地址后，我就再也登不进去重量级的账号。张妈妈竟然把这件事情拿来说，我其实没有欺诈你的账户，那笑死人了。因为这个更证明了当初账户就是 Andy 创的啊，不然 Andy 为什么会登记他家地址呢？经典的问 A 答 B 手法真的很会嘛。张妈妈吃得一干二净。群海娱乐本公司已近日核对完成，尚待双方协调确认。这句话讲的有点自信，因为我上一次分析人家账做的还可以，张家其心险恶。2018年他们就已经设计好一套制度，要吃死 Andy， 所以这一个字坏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张家群海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发了6点声明，本公司负责呢跟所有女士及本公司旗下艺人张嘉玲女士之间的分红。群海娱乐公司特指声明如下，以厘清事实，避免大众误解。首先发的声明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公司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，不过我们必须讲哦，其实这就是一个少人控股的私人公司。那为什么故意要用一个群海娱乐公司特指声明呢？这个是我们在做公关操作里面的一个常见的手法，也就是看似相关人，但其实我借由一个公司的法人套皮，把它做第三方化的处理。第一点，关于设立公司与薪资发放，王崇瑞先生与张嘉玲女士于2016年共同经营中量级频道。张妈妈，这里您已经证明此频道是由我与张嘉玲共同经营，那为何最后我变成只是借名登记为股东的员工呢？对的是很正确，但是法律效益另外。张妈妈提到，为了保障两人基本生活，经两人同意，决定采取固定薪资与额外奖金。我想提出疑问哈，您为了保障我和张嘉玲生活，为何公司设立股权登记，您是占50%，而不是我和张嘉玲各占50%？这个问得非常的好，这是大家所有的疑问。但是2018年的时候 ，Andy 同意了。这很有意思，到了2025年才来翻说，问了为什么不是各占50%？这个变成在社会的公理上对很有效果，但在法律上对就效果有限。重量级频道后期双方协议由本公司统筹管理，以确保重量级的营运专业性与艺人营业事业的发展。这里重点是委托统筹管理，所以在这个统筹管理的期间，张嘉宁跟王崇瑞成为群海旗下的艺人，所以他的收入都可以用公司的发票来报销，但这个收入指的是国内收入的部分，因为公司报销它是扣5%营业税，然后整个公司的营运扣掉你的整个的所得之后，一般来讲分2种，主要就是扩大书审跟查账。但以他们家的做法，可能是查账。查账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很多的进出单据去做报销。报销漂亮的话，基本上营业所得所剩无几，所以账面上公司可能不咋赚钱，这是一个合法的操作，叫节税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，Andy 当初说他要节税这个事情是真的，因为他如果纯用个人收入所，他绝对要缴20%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率，那是太高了。曾淑慧女士保障两人基本生活，经两人同意采取固定薪资制度，同时根据频道及其他演艺事业收入易发奖金，以稳固财务稳定兼长期发展。所以在这边 Andy 跟他们之间应该是劳雇关系，因为薪资已经是一种劳雇关系，而不是劳务报酬。他当然是在美化为什么 Andy 都没有分润，所以当初很可能 Andy 真的有签，嘉宁也有签固定薪资制度，但到底 Andy 签了什么，到现在 Andy 也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我认为 Andy 到现在没有拿出任何实质的文件，一可能他没有留副本，二就是那个文件可能对他相当不利，律师建议他别拿出来，所以可能只有在他们诉讼里面才知道。可是这也可以看出张家其心险恶。2018年 Andy 在用这个公司跟签约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设计好一套制度要吃死 Andy， 所以这一个字坏真的是欺人家年少可欺啊。第二点，薪资与财务结算。张妈妈，我想再次强调，107年8月开始至113年为止，群海公司营业额与 YouTube 盈利加起来预估超过1亿元。这个应该是指营业额的部分，得到9man 的认可，说至少1年1000万，那这么大的一个金额，一定会形成一些金流。所以如果说国税局日后介入的话，从金流去查，也许就可以打破张家所设定的一些基础的壁垒。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张家可能有其他的子公司，当然与王先生子公不符，金额差距甚大，那这一点就叫含糊其辞。那如果你群海张家真的他妈的那么有本事的话，那你就把汇款记录拿出来嘛，那勾啊贼骗鬼嘞。就算是现金好了，那你有没有账簿拿出来啊？你出入账都不用账簿的，是不是？哇靠，你全公司的账都靠你张家一个人记，我告诉你，这违反商业会计法。虽然事实上是做不到，公司都有内外账没有错，但是你这明目张胆这样干的话，那你不就
告诉国税局你有内外账吗？那你是租税申报不实啊，违反我们的民所税法，就是在避重就轻嘛。再来，本公司依据频道营运状况发放相关薪酬，我认为当初分润的条件可能真的签的不咋地。此外，针对双方分手之后财务作业延迟且王先生委托律师发函给本公司，本公司慎重处理回应而尚未完成的部分，本公司于近日核对完成，尚待双方协调确认。这句话讲的有点自信哦，所以这个可能应验我上一次分析命中哦，人家账做的还可以呀。而且再讲一个问题，如果群海公司的账是假的，那光是连补带罚，群海公司理论上账面上要发下的盈余会被国税局给吃了，因为税金逾期，它可以罚很重。那如果罚一罚，搞不好被扣了一大堆钱出去，严重做假账，还有违反商业会计法，这有致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的问题等等，这不能开玩笑，这有刑事问题哦。所以 Andy 当然可以全力开干，但 Andy 你不要忘了，你也是 25% 的股东之一啊，这个东西就很难搞了。也许罪在张家，也许不是，但是有一个点，股东本来就有查账的权利，你被他推诿赦责哦，一年过去了，那是你放弃你的权益，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哦，这里面非常非常麻烦，因为相信这间因为是家人公司，所以它的内账跟外账完全是两回事，这个是合理推断，这个是业界常态，所以具体能分到多少钱，绝对不太可能用外账去拉。再来，假设用外账去拉，可能每个股东都分不到什么钱，但如果真导入了内账里面的时候，那这具体就变成逃漏税问题了。那这个东西对簿公堂，那事情很严重，光连补带罚你要冲多少，还有滞纳金等等的，到时候搞不好还真的分不到什么东西。所以我想，为什么 Andy 发的叫存证信函，而不是去起诉张家，这两边之间还有的拉扯，有的玩。所以这个就看 Andy 具体的去思考他自己要什么东西啊。经内部检视，公司发现王先生于特定时期自行变更频道分配收益至个人账户，相关状况因王先生向大众说明，以确保资讯透明。这个就很明显，先射箭再画靶，抓一个小的地方放大解释说明。因为 Andy 具有 25% 的股权，所以他公司的大股东。那股东作为一个代收代付的账户当然是可以，甚至一个跟公司都没关系的人，他用他的账户做进出可不可以呢？也是可以的，只要你不违反税法，只要不涉及洗钱行为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所以 Andy 转换成他的账户来收付款有什么问题呢？没有什么问题。当然他故意的嘛，他在暗示哦，这个 Andy 其实也偷偷拿了不少钱啊。张家你又来了，妈的，张家专门栽赃人家，好糟糕要死啊。重量级频道及相关社群由王先生跟张女士创立，团队人员分工合作经营。然而的2024年10月，公司发现 YouTube 收益账号已遭王先生变更账户，目前公司呢无法提取该收入，无恶意剥夺王先生账号权限。这个完全在给小，你这里把钱的账户跟网络的账户给他搞混淆，经典的问 A 答 B 手法，真的很会嘛？的管理权。2024年10月后，公司发现 YouTube 频道收益账户已遭变更至王先生账户，本公司至目前为止无法提取该收入，并无恶意剥夺王先生的账号权限。第一，因为去年 YouTube 官方侦测到重量级频道影片因活跃度过低，因此暂停广告盈利。这里有个重点 ，Google 是会发实体的确认单据给你的，你必须在实体的文件上面签名，你才能使用 Google Adsense。这里的每一笔汇款都是具体的汇到你当初在设定 Adsense 的时候你的具体的账户。我只希望可以恢复盈利，但是恢复盈利就是需要你透过 Google Adsense 官方寄来的纸本认证码，并且输入至 Google Adsense 的后台才有办法盈利。确实当下是输入我家的地址，但是当时10月23日，张经理也知道我想恢复这个功能，他确实有询问我认证码，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收到这个纸本认证码，所以我也无法回复他，并且10月25日我也有传讯息回复张经理说，重量级的 YouTube 认证码地址填写我家，只是我想把这个频道盈利开启，无任何用意。重量级频道永远属于我和你的，请您不要担心。但是在我发送这个讯息之后，我就再也登不进去重量级的账号。但妈妈竟然把这件事情拿来说啊，我其实没有欺诈你的账户，我们笑死人了。因为这个更证明了当初账户就是 Andy 创的啊，不然 Andy 为什么会登记他家地址呢？张妈妈你在供他小啊 ？YouTube 频道在被拔掉之前，盈利都是进入张妈妈与张爸爸的个人外币账户，也不是我的个人外币账户，并且我还在还没输入认证码的时候就已经被提出账号了，我怎么更改成自己的账户呢？并且现在这个账户是你们的，你们当然可以提取该收入。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啊哈，他所谓的外币账户应该就指西联账户，我猜啦，当初因为银行说你必须开一个 Western Union 就西联汇款的账户才能收钱嘛，我作为一个会计业从业者，你叫我去搞西联账户，我也是一脸懵逼一脸问号，因为我没办过这个业务。那我可以理解啦 ，Andy 一个小白啊，去到账户现场，人家跟他讲一大堆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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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签一大堆，他大概就傻了，所以他大概会由张妈妈张爸爸西联汇款账户是可以理解的。后面有没有变更呢？可能没有变更完成，因为他们中间地址也被变更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连续的变更2次，有可能会被 Google 认为这个有风险，所以他搞不好不会那么快寄给你。所以他们叫做跟手的不干不净，又是一对怨偶啊！这个是个具体的税法案例啊。
第4点，关于股权与董事职务部分，群海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董监事改选皆依相关法规进行，股东比例我只有20%，你想怎么进行，还不是您一句话而已。您说根据公司股东比例及当前营运状况进行决策，把我踢出董事职位，但是我想请问张妈妈与张嘉玲，你们是基于什么营运理由及状况来做出把我踢出董事的这个决策呢？这就是张家最懂玩的地方了。张家所说的是合法变更，董监事改选皆依相关法令法规进行前，因为 Andy 不是被踢出董事，只是位置是取消了。这就是我说张家很早就在布局这件事，我就一董一监事啊，不是我不给你位置啊。其实就法律实质面来说，张家讲白了，他也不用通知他，因为新任董监事的选任是以股东大会来做进行的。那股东大会他已经集结到了75%的股东，他也不用另行通知这个25%股东。当然这里面有一点偷懒啊，反正我公告了嘛，那公告在你不知道的地方算公告吗？并且无论如何，王先生目前仍为登记股东，代表这句话，你还认为我是股东？那你为何不让我查账呢？甚至还说我查账就是朋友。好，这里讲到一个很好玩的，他主张 Andy 是挂名股东，不代表 Andy 是实质股东。挂名股东可不可以查账呢？还是实质股东可以查账呢？这个就有判决上的一些问题啊，所以这个稿一定有律师看过。所以 Andy 到底能不能查账？具体 Andy 到底当初是签有没有股权的？倘若他当初签的那一份是挂名股权，那就惨了。我严重怀疑啦，当初2份合约来给张嘉玲签跟给 Andy 签的都是挂名股权，所以 Andy 就傻乎了，反正张嘉玲签的我就签一份，一模一样，没有问题啊。但差别在张嘉玲签了无所谓啊，反正签了她还是女儿嘛。但 Andy 就不一样 ，Andy 只是男朋友，男朋友这东西叫可有可无啊。哇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更邪恶啦。所以我才说这个东西很可能从做公司一开始就要吃它，才会选择明明只有20万的资本额，还选择成立股份有限公司。我真的怀疑，大妈可能以前还做过会计事务所，她太专业了，她专业到让我觉得她就是我们同行。所以 Andy 也没办法全部讲出来啦，因为他如果现在承认自己当初有看过文件又签名的话，到时候他到法院主张，他会非常的吃亏。所以我在想，为什么 Andy 一直强调要查账，而不去针对当初牵涉公司现场的一个还原？其实我认为是有他的法律上的一些顾虑啦，所以这也牵扯到他后续官司的一个进程跟难度。那目前为止他还没新送，我认为他是想要借由舆论的压力逼张家把钱给吐出来。但是从张家的态度来看张家要吐钱我看有难度，所以他只能不断主张我要查账。但问题张妈只要继续主张说，当初你签的你是挂名股权啊，你跟张嘉玲签都是一样，其实100%股东只有一个人叫张妈妈，或者是张爸，有没有可能呢？这个对 Andy 就不利啊。所以我认为他在律师的建议下，他所去声讨的部分应该都是针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来进行的，而张家也是有意无意的透露部分签约的问题所在，但他又不讲透，相当于在吊 Andy 透露他的讯息。所以我这边也主张啦 ，Andy 千万不要公开的去讲说他当时怎么签约的，千万不要，请跟律师讨论好。所以该自己的质疑，那利用舆论的压力来逼迫张家认怂投降，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再来，这是全篇最瞎的部分，充分显示了张家的贪婪属性。关于商标权及车辆所有权，本公司在2020年重量级登记商标的时候，当时因王崇瑞跟张嘉玲双方共同讨论品牌，引发周边规划，基于保护品牌权益考量注册。然而商标最初便以公司名义注册，以个人名义登记完成了，公司理解持续可能引发误解，之后双方可协调利益归属。讲白了，理亏嘛！你妈的张妈妈，真的是蟑螂妈妈，很懂吃，很懂玩，妈吃得一干二净，这种话也敢讲出来。但是这里遇到一个更奇怪的疑问，当初 Andy 为什么没有主张用公司去登记重量级的品牌注册啦？这个商标权是你跟嘉宁讨论的，那你怎么会让张妈妈个人名义登记呢？你都完全不管的吗？这我简直是黑人问号了。这个好歹要关心一下。再来，针对来宾所获得比赛签名车辆，王先生跟张女士实际看之后，并一起决定以补差额的方式换其他车款，使证奖单位以个人名义办理手续所以当时以此方式登记，实际上作为公务车使用，所以是登记在谁名下？第三，我终于了解，车子目前还登记在你名下。我的天哪，自证其罪嘛，你把车子给吃了。不是啊，大哥，这个车子也很贵重吧，还有补差额差额谁出？公司出吧。那这车怎么会登记在个人名下呢？最后，法律程序针对王崇瑞之存证信案，本公司依法回应对任何不实指控保留法律追诉权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现在扬言要告人那我是觉得当家你就去告吧，反正网络上那么多人在骂你家的，你有种就去告看你会活还是会死。本公司对不实指控及损害本公司商誉的行为，必然采取法律行动，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之权益。笑死了，你跟王崇瑞对簿公堂，然后再维持王崇瑞的权益，还叫全体股东讲这种话有人会听得下去吗？